欢迎收看丹先生股市研究室。近期股市震荡剧烈，继今年7月11号创下台股历史最高点24416点后，指数就一路向下，杀了4700多点。然而不到2周时间，台股又反弹了快2700多点，多空激战格外剧烈，让投资人不禁想问：未来台北股市到底要偏多还是偏空操作？而若要做多，何时才是未来进场的最佳时机？接下来我会用各项历史数据，客观分享未来可能最佳的进场时机点。第一项历史数据，我们先参考前2届的美国总统选举美股走势。首先，今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前2届美国总统选举时，刚好都在选前1周就落底，随后就一波止跌回升创高行情。而这一次是否有机会比照办理呢？我觉得很有机会，因为选前1周各种不确定性的利空皆已充分反映，且近期发布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创5周新低，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成长，有利于未来长期股市多头的走势。因此，我认为将有机会比照前2次总统选举最晚10月前1周就落底，而成为最佳买点。与前2届稍微不同的是，今年10月底前1周若打出黄金右脚，我认为高几率不会跌破8月6号创下的低点19662点，因为8月2号、8月5号台北股市这波大跌，已让不少融资户朋友断头出场，筹码已相对安定许多。第二项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参考台股历年单月的上涨几率，除了4到9月单月上涨几率小于50%外，10月到隔年3月的上涨几率都超过50%，其中12月当月的上涨几率更高达80%，2月及3月的上涨几率也分别高达67%及7%。因此，若在10月做多，有半年多头的多头行情可以期待。第三项历史数据，我们来参考台股历年单月平均涨跌幅。根据历史数据，若我们有幸从10月中的最低点开始做多到了盘，到隔年3月高点获利了结话，平均报酬高达了 11.57%。虽然不是很多，但我认为还是相对稳健的投资操作。聊完了以上历史数据，那我们到底要买什么股票会最为稳健呢？我认为要买高成长的股票，也最好是跟大盘联动关系大的。因此，我认为台积电、鸿海、0050都是不错的投资标的。积极型的投资人则可以考虑布局台湾50正2，开2倍杠杆，扩大自己的绩效。然而，理论上，依据历史数据，到隔年3月底前都可以偏多操作。但若股票已经提前反映其价值，我们还是可以先高点出一趟，等到回到便宜的价格再买回。因此，我还是想要分享台积电以及鸿海，若以明年的获利计算，到底跌到多少便宜的价格可以买进，涨到多少可以先获利出一趟呢？以下请听我的分享。第一项我想分享的个股是鸿海。刘扬伟董事长日前说，2025年 AI 伺服器的营收将带动明年整体营收有机会突破7兆元。由于 AI 伺服器是高毛利产品，税后净利率有机会挑战新高，因此我们初估以今年最高的2016年税后净利率来当明年预估的税后净利率，每股获利公式又等于营收乘以税后净利率，因此我们可以算得明年的获利有机会挑战 17.22 元。而鸿海长期的历史本益比大概介于9到18倍之间，将本益比5等分，可以得出明年的超值价、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以及超涨价。从表格可以观察出，当价格在 193.7 元以下，以明年的获利来说都是相对的便宜价格。价格若涨到 271.2 元甚至300元以上，则可以获利调节卖出。而现在股价以明年的获利来看，刚好都落在超值价以及便宜价之间。我认为股价有拉回到，对于空手者都是一个长线不错的进场点位。第二项我想分享的个股是台积电，我同样也以台积电长期的历史本益比5等分来估值。与鸿海稍微不同的是，由于台积电未来的能见度更长高，未来5年都会稳健成长。
因此，台积电挑战明年获利预估的昂贵价，甚至是超涨价，我觉得机会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认为明年股价有接近合理价，就可以出手布局了。另外，0050或是台湾50正2，我认为买进逻辑就是看台积电有回合理价及鸿海有回便宜价，就可以入手。等到台积电有涨到超涨价，以及鸿海有涨到昂贵价以上，就可以分批获利了结。最后，我做个简单的结论：第一点，以历史数据观察，10月就是最佳买点，到了隔年1到3月都有不错的多头行情。第二点，台积电若有回到明年预估获利的合理价，以及鸿海近期介于超值价与便宜价之间，就是空手者布局的最佳机会哈。那以上仅是我客观以历史数据及历史本益比河流图进行的个股估值分析。每年大盘的走势受到国际消息、总体经济、货币政策还是会有些微的不同，投资人还是需搭配每日大盘、3大法人期货、P/E ratio 值、融资借券等数据来观察大盘以及个股未来走势。以上内容仅为个人研究分享，并无推介股票意图，投资人仍应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谢谢大家收看。